今天我們要煎牛排，小6的小朋友呢，能不能煎出一個完美的牛排？行不行？小學生行不行？我們超真的，真的就讓他做這台機器可以幫助他做到這件事情。如果他可以做到，你们一定做得到。你要把外面那個炙烤的很棒，我觉得它外面炙烤的那個香很香，非常香。它這個熟度非常的均匀，好吃嗎？好吃。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歡迎火星主廚微微之旅。今天我們要煎牛排。你會想說，我們已經煎了那麼久牛排，為什麼還要拍煎牛排？今天呢，我想要挑戰一下，讓小6的小朋友呢，能不能煎出一個完美的牛排？你知道煎完美牛排有多困难嗎？但知道我每天都看着你在那邊煎牛排，你一開始都覺得很簡單嗎？你實際上是沒有煎過牛排的嘛，對不對？沒有。你現在吃到最好吃的牛排，應該還是我煎的吧？對。那煎牛排這件事情呢，算是一個簡單可是又困难的東西，因為你能夠做的事情越少的話，你這件事情就会越困難。很多人会覺得他的煎牛排技術不夠好，所以他就不太敢買很高級的肉。牛排這東西就是，如果你願意花錢讓牛肉的等級上去了之後呢，整個肉的味道就會好很多。其實我覺得高級的肉失敗率比較低啊。你點什麼頭？你每次都在吃高級的肉，你什麼時候吃過便宜的肉？可惡！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下血本 M9 等級的澳洲和牛，紐約客第一次就攻頂，你有沒有信心？沒有信心。通常我們要煎出一個好吃的牛排，有幾個步驟要非常的去精準的掌握。如果你今天希望它高溫炙燒的話，你想要 sear 它的表面，你必須要知道它預熱的夠不夠，除非你今天是用冷煎法，不然你就是要知道它預熱夠不夠，而且這個溫度能不能讓你產生足夠的梅納反應，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有烙紋的話，看它這個上面是有一條一條是可以做出烙紋，怎麼樣的溫度可以到有烙紋？那什麼時候預熱夠可以放肉？什麼時候呢該翻肉？什麼時候應該怎麼樣？翻面。剛剛講過啦。什麼時候該拿出來？然後什麼時候要幹嘛？吃。對，要 rest 多久 ？rest 這件事情很重要。但有沒有看我影片啊？沒有，太誇張。這些步驟如果其中一個沒有掌握好的話，你這塊牛排可能就會沒那麼好吃。那你覺得你有辦法掌握嗎？不可能。不過我們今天就是有這台機器，它可以幫你做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訴你。我們感謝我們乾爹給我們一台 Kitchen Pro， 剛剛我們講的這些所有的步驟，它都可以幫你處理，它的電腦裡面都會幫你設定好。而且它這裡有一個探針，它會告訴你這個肉現在的裡面的溫度是多少，什麼時候該翻面，它都會幫你決定好，讚不讚？很讚。那我們今天來試試看這台機器到底能不能讓猴子，不對，讓第一次煎牛排的小學生也可以完成。如果他可以做到，你們一定做得到。這台機器可以幫助他做到这件事情，你們一定也可以煎出完美牛排。你看我今天就穿這樣，我沒有打算動手，我們要動手哦。你知道有個刀匠叫柴田重慶，他來的時候我也沒有動手。這塊牛排在我們網站上面賣多少錢，你知道嗎？不知道，大概有2000塊，這塊不便宜。搞砸了你就賠錢。為什麼？而且我們會找那家伙來吃吃看，他哥哥的牛排到底是什麼味道。那我們這台機器呢，它底下炙烤，然後上面會給你旋風烤，所以呢，你等於是下煎上烤，它是邊煎邊烤的方式來處理你這塊肉。這麼智能的機器交給你了，你還失敗怎麼辦？只有告訴你，很多東西不会藏在血脈裡面，應該只有50%我的 DNA 啦，應該50%。不要放槍，你這段要逼掉。那今天我都不動手，交給你哦。好慘哦！我又告訴你怎麼做，你先把機器打開，按電源。插了探針，所以它顯示一個 beef。其實你可以去選各種不同的模式，然後你可以按溫度，就可以去選說，第一個是 chicken 雞的，然後再來是 pork 豬肉，然後再這個 fish 魚的，再按下去 beef。那我們現在選 beef，那你想要幾分熟？按下去，然後現在叫你把它上面蓋下來，然後它現在這邊寫一個 pre， 就告訴你它的預熱。到這邊告訴你，它如果到這邊了，就是預熱好了。那我們現在要幹嘛？撒鹽吧。你還知道要撒鹽？那通常鹽呢，你有2種方式，一種是40分鐘之前撒，一種是快要下去之前撒。你現在已經來不及40分鐘了，不好意思啊。所以說它現在就在預熱，然後就是預熱到你等下需要的溫度。所以呢，今天就是你想要任何的熟度，它都可以幫你烹調出來。我們要知道熟度啊，有一種方法就是你把手這樣子啊，在那邊壓，然後每個人壓的都不準，要不然你就是要插溫度計，可是你的溫度計又不能一直插在那邊，你要翻面很麻煩，所以你只要插着不要動，它就會幫你去處理。其實這個蠻方便的，而且你也不用投資溫度計，全部都幫你解決掉，你全部都在這一台都可以看得到。你老公喜歡吃全熟的，你知道嗎？那不會柴柴嗎？
不是說踩，它就是看它裡面的中心溫度，所以它會偵測它中心溫度，而不是讓它就是過熟。踩的地方就是過熟，它會測它的溫度，所以知道它裡面的溫度是不是到它想要的全熟的时候。所以它還會配合 rest 的時間，就讓它裡面慢慢熟進去。這都是我聽說的啦，我還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成功。然後呢，這台啊，如果我們今天不拿來做牛排的話，我們還可以做其他事情，因為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這邊有各種不同模式，像炙烤啊、慢烤啊這些焗烤、BBQ 啊、氣炸這些功能，然後從這邊這樣旋轉，它就會跳到不同的功能去。然後像我們現在選炙烤，然後我們也可以開始旋轉，說我們要的時間，這樣溫度可以就選說你現在是高溫，按一下，然後就可以選擇溫度 Max， 或者是中溫、低溫。如果你要使用其他功能的話，你就把它拿起來。比如說你今天要直接拿來燒烤，就直接這樣子去使用，或者是你可以加上它的氣炸籠，這樣丟進去，把薯條倒進去了就可以氣炸。氣炸功能呢是要把這個裝回去的，這樣裝回去就可以氣炸。所以呢，今天那個家伙如果想要吃薯條的話，用氣炸模式炸給他吃，然後或者是你要焗烤啊這些的蓋起来，這樣，或者是你需要蒸東西的話呢，就把這個放進去，裡面倒水，然後蓋起來。就可以蒸了，然後它還可以做烘焙，对，然後你還可以做果乾，然後它可以解凍。解凍這件事情，我覺得台灣人有時候還蠻需要的。聽廠商說它最厲害就是它沒什麼油煙。我們在工作室通常都是煙霧彌漫，我们要看到底會不會有油煙。快到了，來，我們來撒鹽，來，我幫你撒，你自己拍一拍。這樣拍。對啊，不然呢？不然你要拿起來臉上啪啪啪，拍，用力拍，它不會痛。太用力了。好，翻面，快點，快好了。因為我們今天是用空運冷藏的肉哦，所以我才剛切的。好，那我們就先不管胡椒了，來把這個從這邊插到這邊去，然後記得探針千萬不能直這樣插，不然這樣很容易就透過去了，所以不能這樣插，一定要橫的插，然後插在最後的地方。來，把它插進去，不要害怕它不會叫了。有沒有插在正中間？插一下，好了，可以啊。我還是有點小擔心，探針已經在這了，所以它等一下測的是這邊。這塊肉真的看起來超讚的。好。然後現在你可以把牛排塞進去了，放血的記得。好 ，seal， 然後呢，蓋起來，然後它就現在就開始了。這個顯示的是什麼？肉的溫度，所以你現在隨時都可以看到你的肉的溫度。然後我們現在就等它會叫你翻面，它會寫 flip。你看溫度上去了，這13度了。我煎牛排啊，問攝影師知道，我們煎牛排是不是超可怕？今天你看沒什麼煙，你看我們已經逆光在拍了，應該拍出煙的效果才对。然後我覺得我們現在差不多到16度、17度了，然後我現在想要加一些配菜進去，這樣我們家就有配菜可以吃。來，丟進去了，放在這個下面一點點，這樣我們就可以讓它吸收到那個肉汁。下面。好了，蓋起來，溫度跳好快，我們讓那個節瓜一起去烤。然後我們現在等的時候，我們來，它現在 flip， 打開來，快點翻，這樣翻。行不行，小學生行不行？太難了。從這邊，不要弱啊！這個換這個夾，是夾子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好，蓋起來。然後他現在要繼續計時，好驚險哦！我好害怕，你太緊張，不能讓乾爹丟臉。我們超真的，我真的就讓他做我也覺得廠商很厲害，敢給我們這樣搞。好，他現在 get food 出來了。好，快點拿出來，夾厚的地方還好施力。我好緊張哦，拿出來，放。然後你現在把那個節瓜給翻面，然後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有 rest 的時間。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烙痕啊，其實這個烙痕很漂亮，對不對？你看這節瓜上面也會有烙痕，這個好處是它的油啊會這樣子流下來，所以你不會就是一直泡在油裡，不會很油膩，然後油就會跑到這裡面來。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可以把節瓜丟下去炸，是不是？真的可以炸節瓜我們炸一個節瓜來吃吃看。如果你今天想要用酒蒸蛤蜊啊什麼之類的，或是你今天就是炙烤什麼東西，然後你希望倒一些酒去讓它的香氣可以到它的食物上面的時候，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加酒。我發現新大陸原來這個可以炸東西，它還在 rest， 它 rest 好了會叫我們。它好了那就把這個拔掉吧。這個有點燙，大家小心。需要2根。哇，你好像在做外科手術哦！等下擺到這邊來。那我來測試看看哦。應該熟度可以。看起來不錯哎。應該還不錯，我覺得。
熟度應該是可以的，它測的是最中心，我們剛剛針插的地方的熟度。我覺得可以，熟度看起來是 OK 的，這應該是有到3分5分熟了。你有信心嗎？50-50。50-50哦。最重要的是還是要加盐，要不然評審會說不及格。來，不要怕，來吃吃看。我覺得可以。你也覺得可以？星星长成70了。来吃吃看。你要把外面那個炙烤的很棒，我觉得它外面炙烤的那個香很香，非常香。你吃吃看这个烙痕比較重的，你覺得怎樣？它烙痕我覺得超香的。然後我們自己吃不準，我找一個不受控的來出來，來，你撞到頭啊！你覺得哥哥有沒有辦法做到？跟我差不多好吃的牛排。我剛撒那麼多，你沒看到？因為你在底下，這邊都是鹽，好不好？好吃嗎？好吃。如果我的100分的話，那你覺得有沒有90分？有。那有99分嗎？98啊，蠻高分的啦。我們2個不要吃肉，我們來吃節瓜。節瓜好吃，節瓜很熟。碎掉的是炸的。碎掉是炸的。碎掉的好吃。我覺得牛肉也不錯哎。我還有肉。來，給你哦，你吃吃看。小6生第一次煎牛排，真的完美牛排，好吃，好吃的。熟度是均匀的，它不會像很多外面牛排館是外面是很熟，裡面是很生。看這旁邊熟度非常的均匀，我覺得熟度均匀這件事情很厲害，就不會有層次的牛排。我一直覺得這個看起來很像舒肥牛排，因為它是邊烤然後邊煎，然後翻面再烤，所以它很像舒肥的牛排，我覺得很不錯。如果你要做配菜的話，我覺得可以直接放進去，跟肉一起放進去，然後一起翻面。我覺得很厲害的是它幫你靜置的時間，我覺得非常的剛好。因為靜置的話呢，我們的肉汁才會繼續留在我們的肉裡面，然後不會一切下去啊。因為它的那個蛋白質會收縮嘛，肌肉纖維會收縮，會把肉汁全部擠出來。靜置啊，放鬆，然後熟度慢慢熟到裡面之後呢，我們切的時候就不會流到就是整個都是血。你看，其實這個上面就是那些油而已，因為它畢竟它是澳洲和牛，所以它靜置讓它的熟度非常非常的均匀，整個吃起來就不會說啊外面硬硬裡面生生的。小6生都沒問題啊，11歲小孩都可以。很厲害，猴子很厲害。以第一次處理牛排的人來說，我會很驚訝。你覺得有沒有方便？非常方便。它還可以有很多其他功能，而且呢，你在裡面要烤雞，在裡面要烤魚、烤豬肉，一樣是用這種智能模式就可以處理了，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厲害。我第一次就是接業配接到這個，我覺得很有趣，而且廠商也真的很大膽，讓我們就是直接小朋友來試。它是上面是一個陶瓷的不粘塗層，那非常的好清潔，你就拿紙巾上去把它擦一擦。其實它本來就不太會粘啊，如果你粘的話，就是真的燒到乾乾的，你就把它用紙巾擦一擦。燒焦的東西，然後我們把燒焦的東西這樣擦一擦，就都起來了。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油啊會流下來，然後集中在旁邊，你還可以順便油炸的東西。這個東西你就直接把它這樣子拿起來。就直接拿去沖水就可以了，沖一沖這樣就可以了。然後它還有個清潔模式啊，你就倒水進去之後呢，然後按清潔，它這樣就是自己去煮它，這樣蓋起來，把它裡面煮一煮，然後就會很好清潔，到時候水一沖就可以了。那我覺得很棒的是它提供一個就是讓不習慣做菜的人可以非常不用害怕說你要怎麼樣做，因為它會一步一步告訴你。像牛排這種大家很喜歡，可是大家又覺得有點痛、有點難的東西呢，它都一步步教你做到好，而且吃起來像是舒肥牛排的感覺。然後其他的料理呢，也有很多就是一步步讓你去做的方法，所以你也不用一邊翻食譜一邊操作機器，它就是這麼簡單，它也沒在幹嘛，所以它計時什麼的全部都會告訴你，然後探針裡面也會直接偵測到肉裡面的溫度，這些通通都給你。然後連什麼時候可以吃都會告訴你。很多人其實不是怕做菜，而是覺得清理真的是很麻煩，而且不習慣弄到整個都是油煙。目前看起來就是，你看摸這邊都沒什麼油，沒有油啊，比起我們一般煎牛排好多。這台弄牛排完全沒有油煙，因為沒有油煙會讓很多人就更有意願去做菜。然後就像我們做這個料理頻道一樣啊，這台機器我覺得它不是要讓一個高手變得更厲害，而是它會讓第一次嘗試或從來沒有嘗試過做菜的人呢，他可以很有信心的去開始做料理這件事情。我們希望讓更多人可以嘗試料理這件事情到底有多有趣，然後可以帶給你人生有多少的
繽紛的色彩，只要你不要去開店。如果大家對這個 Kitchen Pro 至尊寶有興趣的話呢，歡迎在底下，我們就把資訊我們就放在底下。如果大家覺得這台機可以在做什麼有趣的東西呢，我們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討論。如果有更多的問題的話呢，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 LINE 社群，裡面有很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你那種有趣的問題。然後也歡迎大家就是加入我們頻道會員，或是抖內我們，讓我們可以做更多有趣的料理。養小孩不容易啊，你覺得養你容易嗎？好，我知道你啊，好，嘴巴閉起來。那喜歡我們影片要怎麼樣？訂閱、按讚、分享抖內，終於講對了，訂閱、按讚、分享抖內。那我們就先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拜拜。